上一世我死于996，这一世我死于侍寝。姨娘，天大的好事！侯爷晚上过来，要您侍寝呢。姐，我叫叶青芷，半个月前因给老板送资料时意外踩空进了医院，再一睁眼就穿越到了被人推入水里淹死的欧阳侯府小妾身上。等等，没记错的话，古代妾室是能够被主母和丈夫任意发卖、打骂，甚至打死的。姨娘，与其内耗，不如当个班上，让你们见识一下现代社畜卷王的智慧。如意，准备一下，我该上工了。上工？我去，这领导颜值也太顶了，顶级男神配置。起来，伺候本侯更衣。侯爷，您先去外间等等，妾身马上就好。这女人刚入府就着了姚氏的道，落水差点丢了命。罢了，本王娶她也是为了日后能得到叶家的助力。侯爷，水凉了，您容妾身先起来。快些。行吧，比我还急。打工人准备上岗。侯爷，您温柔点儿，听说挺疼的，希望能申请工伤补偿。倒是乖巧，难得不惹人厌。罢了。没想到平日里看着挺温柔的一个女人，到了床上居然这么能折腾。夫人，侯爷昨天去了叶姨娘屋里。叶姨娘，推叶姨娘下水的人，老奴也查到了，是姚姨娘。姚茵茵，看来侯府又要开始一场腥风血雨。这搬家的强度也太大了，996都没这么狠。如意，姨娘，您怎么了？脸怎么这么红？如意，如意换水。如意，继续。还来啊？工伤，妥妥的工伤。什么工？姨娘，您别吓我，我去请府医。等等，过来。职场第一步，向直属女领导报备工作情况，并明确职业规划，暂不承担生育这项额外 KPI。没问题。夫人，这叶姨娘从落水后就没来请过安，也太猖狂了。哼，贱人一个。夫人，将她拉出去杖毙了算了。夫人，我家姨娘病了，想请夫人安排府医过去瞧瞧。什么病？是因为昨夜侯爷浇了4次水，夫人身子承受不住，有些着凉了。干得不错，拿钱离开侯府，注意别被人发现。这个贱人，上次怎么没有淹死他？侯爷这1年来我房中也才3次，不会又来了个姚茵茵吧？喊上府医去瞧瞧吧。谢谢夫人。对了，我家姨娘还说想要求1碗避子汤。哦，主动要喝避子汤。周嬷嬷，你亲自去一趟，照方子熬了，盯着她喝下去。告诉她，既入了侯府，就得守侯府的规矩，安分守己。这次念她初犯，又是主动提的，
便罢了。若有下次，是，老奴明白。倒要亲眼看看那贱人到底用了什么狐媚法子。叶姨娘，夫人让老奴送婢子汤过来。这么快就来了？这么快就来了？夫人说了，您既主动提了，便是懂规矩。这汤是侯府的规矩，也是为姨娘您好。年纪轻，身子又弱，先养好自个儿才是正经。有些不该有的心思，趁早歇了。嬷嬷说的是，这汤我喝，规矩我懂。姨娘好好歇着，夫人吩咐了，您身子不爽利，近日的请安就免了，安心在院里将养。外边的事自有夫人料理。谢夫人体恤。姨娘，您这是何必呢？这是投名状，向女领导表明，我只想安心打工，不想抢项目生孩子，更没想升职当主母。领导放心了，咱们日子才能好过。哦，对了，让你查我那日到底是如何落水的，查得怎么样了？姨娘，您落水那日，姚姨娘刚好去了侯府花园。姚茵茵，我倒要看看叶青植这个贱人是如何装病的。皇上派我去徐州查贪腐一案，这一去少则半月。侯府内的情况，记得及时向我汇报。是，侯爷。我娘生前送我的玉佩为何不见了？参见侯爷。侯爷，妾身身体不适，不能跟给侯爷请安，还望侯爷莫怪。病了？难道是因为昨夜药得狠了些？如意，去请太医院张太医过府一趟。是。没想到侯爷竟会如此关心叶姨娘，看来叶姨娘以后的日子要好起来了。侯爷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您这是专门来探望妾身的吗？叶青之，你野心倒是不小，这就想跟爷论恩了。侯爷，妾身对您绝无半分野心，妾身就想当个安分守己、有点小钱的废物姨娘。侯爷您多赏点银子、首饰、好看料子就行，恩不恩的不重要，真不重要。牙尖嘴利，烧糊涂了也改不了。对了，我昨夜落在这一块玉佩，你可曾见过？侯爷，是这块吗？叶妹妹这是得了什么病？侯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谁准你进来的？妾身听说叶妹妹身子不适，心中担忧，特来探望。探望？这是来趁我病要我命的吧？刚好领导在这儿，替原主把上次落水的仇报。侯爷，他撒谎，他不是来探望我的，他是来折磨我的。您看他看我的眼神，好可怕！侯爷，救救我！侯爷明鉴，妾身没有。叶姨娘她胡言乱语，污蔑妾身。污蔑？上次夜市落水，爷看在姚大人和丽妃娘娘的面子上，未曾深究。你是不是觉得爷的侯府是你姚家后院，
可以任由你撒野，甚至上门杀人。今天你就在这跪着吧，给叶氏告罪，等他原谅你了，再回去。叶青芷这个贱人刚得宠，侯爷就要发落我，保准是他吹了什么耳旁风。侯爷，妾身不要姚姨娘在这跪着，膈应得慌。报仇都讲究以牙还牙，要不把姚姨娘也丢进池子里扑腾一会儿，再捞上来，你说好不好？你说好不好？叶青芷，你这毒妇，你敢！叶青芷，你这毒妇，你敢！侯爷，您看，姚姨娘这么凶，还说不是来害妾身的。来人，今天天热，让姚姨娘到后花园莲池里凉快。什么时候叶姨娘说够了，什么时候再拉姚姨娘上来。是。侯爷饶命，妾身知错了。侯爷，你不能重罪妾身啊！妾身的姐姐还怀着龙死呢，你不看色面看佛面啊！侯爷，您看，姚姨娘用姐姐压你，这哪是？分明是打着爱慕您的旗号，仗着娘家的势，在您府里搞事儿呢。借刀杀人，这女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错？行，我要离府半月，这半月你就在房内禁足，我会找人告诉夫人，没我二人的命令，任何人都不会进入烟柳院。禁足，保护性隔离，领导这操作有点意思。不过带薪休假好像也不赖。夫人，婢子汤，叶姨娘喝下去了，很干脆，没半点犹豫不情愿。哦，她说什么了？她说规矩我懂。老奴瞧着神色坦然，不像作伪。倒是个明白人，知道自个儿身份，也知分寸。只是她主动要这汤，这份安分也不知是真心还是以退为进。若是个懂事的，我这个主母自然会护着；若是不懂事，她一个贵妾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。养伤这些天，伙食、药材、打赏下人，开销不小，得搞点现金流。如意，你回叶府一趟，跟我爹说，他闺女现在在侯爷面前挺有脸面，侯爷喜欢我，赏了不少东西。姨娘这是要我向老爷炫耀吗？可是想稳住这份宠爱，在侯府站稳脚跟，上下都得打点。只有银子花到位了，路才铺得平。明白。再告诉我爹，侯爷对叶家的生意有点兴趣，只要我继续得宠，枕头风一吹，将来叶家当皇商，拿下官盐买卖，不是没可能。姨娘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老爷一听这个，肯定舍得给钱。成大事哪有那么容易？要慢慢经营，让他眼光放长远点。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姨娘，您真厉害，说的头头是道。画大饼嘛，职场基操。对叶永元不忽悠他忽悠谁？启动资金就指望他了。轻一点，你着什么急啊？他又不在。好，青芷果然有出息，这才多久就在侯爷心里挂上号了。情商、官盐有戏了！是啊，青芷真是美男，画饼谁不会？真当侯爷是傻子，由着他吹枕头风？二小姐这话不对，我们姨娘可是实打实得了侯爷青眼，不然侯爷能为了她当场把姚姨娘扔进池子里？这脸面可不是嘴皮子吹出来。真的，侯爷真为青芷发落了姚姨娘。千真万确，
老爷不信，派人去打听就是。姨娘说了，眼下正是关键时候，打点关系要银子，侯爷和夫人那儿都不能空着手。给，必须给，要多少，我这就让人取。老爷，之前已经给了不少。妇人之见，舍不得小钱，怎么赚大钱？青旨，这是在给叶家铺前程。取1万两银票，告诉他银子不够，尽管开口，叶家全力支持。谢老爷，姨娘知道您这么支持她，一定更用心在侯爷面前为叶家说话。叶青芷这个贱人！夫人，叶姨娘派人来说，她想出银子，在院里搭个凉棚，再设个小厨房，月钱她自己承担。您看？知道了，你去告诉她，准了。是，既然是她自己出钱，只要不预支，随她吧。这位叶姨娘手面是挺绰绰，商户女别的不多，就是银子多。只要她安分，花点银子让自己过得舒服，也没什么。叶姨娘说愿意出钱，在夫人和世子小姐的院子里都搭上凉棚。叶姨娘还说，若是世子和小姐不嫌弃，她可以画个攀爬架的图样，给他们添个玩乐的物样。哦，她倒是想得周到，连玉哥、燕姐儿都惦记上了。玉哥儿每到夏天就苦夏，若是真有好玩的物件，她既有这个心，我若驳了，倒显得不近人情。赵妈妈，老奴在。既然叶姨娘出银子，那就先紧着她自己的烟柳院，尽快把凉棚搭起来。至于正院和少爷小姐院子的事儿，让她先把那攀爬架的图样画来看看，若真有意思，再说不迟。是，比起那些只知道送些吃食绣品或者暗地里较劲的，叶姨娘这手实在也贴心。叶姨娘这地方收拾的可真舒服。妈妈见笑了。对了，攀爬架的图样我画好了，您看看。哟，姨娘这图画的真清楚，这架子看着就有趣儿，世子肯定喜欢。想让自个儿舒服，得先让领导舒服，领导舒心了，咱们的日子才好过。我这叫战略性投资。侯爷，何事？六姨传来消息，说到大爷夜里偷偷进了秦姨娘的房间。好了，爷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谢灵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耐不住性子。姨娘，您这都连着干呕好几天了，是不是吃坏了东西？要不请府医来看看？不必，兴许是天热，胃口不好。春兴，我的小日子是不是迟了许久了？姨娘好像迟了快半个月了。不可能，侯爷他都多久没来过了？怎么会？难道是那次？瞧你这样子，哪还有半分侯府大房的样子？哎呀，小宝贝儿，你可想死我了！不可能那么巧！等侯爷回府后，务必来海棠院一趟，就说我有万分紧要的事，必须当面禀告。是。姨娘，外头有难听的话传开了。什么话？不知道哪个烂舌根的在讲，说您是狐妹子转世，专门勾引侯爷。还说什么了？
还说侯爷最近不进后院，就是被你掏空了身子，不吉利。姨娘，您还笑，这话多难听啊！传出去对您名声不好。我当是什么大事呢？胡妹子，这不就是夸我业务能力强吗？说明我把侯爷伺候舒服了，人家眼红呗。啊，不过这话嗡嗡嗡的虫确实烦人，跟苍蝇似的。但这事儿不该咱们着急。那怎么办？维护侯府脸面、清仙颜是主母的活，咱们是小妾，得有边界感，不能越俎代庖。啊，如意，你去把流言传给夫人，记住只说事实，别添油加醋，看夫人怎么处理。是。张静怡聪明着呢，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她收拾起来可比我利索多了。周嬷嬷，去查，看看是哪个不要命的，敢在侯府散这种混账话。是。秦氏那边先盯紧，别打草惊蛇。是。前些日子府里有人散播流言，说叶姨娘是胡妹子转世，还诅咒侯爷。这种事败坏侯府名声，心肠太毒，带上来。夫人饶命，奴婢知错了。孙氏，你可知罪？奴婢一时糊涂，嫉妒叶姨娘得宠，才说了那些混账话，求夫人开恩。散播流言者杖30，是死是活，看你造化。嬷嬷，老奴在。夫人，妾身有几句话想对孙姨娘说。这个贱人，她要干什么？孙姨娘，我听说你唱曲儿挺好听的，是吧？如果你能把对付我的这股劲儿用在琢磨新曲子、练身段，让侯爷看到你新鲜劲儿上，说不定早就重新得宠。叶姨娘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这么同情她，怎么不替她向侯爷求个情呢？姚姨娘，我是人，不是菩萨，害我的人我没落井下石就够厚道，凭啥求情？我脸上写着大冤种3个字吗？行了，叶姨娘的话你们都好好想想，带下去，家法伺候。夫人饶命啊！不行，得给自己立个晕血的人设，以后有这种打打杀杀、血肉模糊的场面，我一晕就完事儿，不用硬看，也不用表态站队，多好的病假理由。血，好多血，我头晕。姨娘，你怎么了？扶叶姨娘回房休息，请府医瞧瞧，许是吓着了。晕血人设 get， 职场生存必要时就得有点小毛病。侯爷，说吧。叶姨娘今日饮食如常，午息1个时辰，于院中做舒缓拉伸动作。观之心起，言欲研习新兴方，以悦侯爷。继续盯着吧。是。没心没肺的东西，也不在，倒过得挺滋润。
扭的，什么样子哟，真是不正经。就是，哪家姨娘像这样不成体统？姨娘，您听听他们说的，多难听！您还是回屋里练吧。我练我的，他们说他们的，我又不是活给他们看。可是，您是如意，咱们是干什么的？是侯爷的妾，妾的本分是什么？是伺候好侯爷。我练这个，身子更软和，气色更好，侯爷抱着舒服，看着高兴，这才是咱们的正经事儿。侯爷一路辛苦。府里近来如何？一切安好。叶姨娘出银子搭了凉棚秋千，玉哥儿燕姐玩得欢着呢。前几日处置了散播流言的孙姨娘，如今还在屋里躺着，能不能熬过去，就看她造化。按规矩办便是。还有一事，秦姨娘前几日诊出有喜了。爷知道了，你只当不知，看着便是。是。爷去叶氏那里看看。呀，侯爷回来了！你这稀奇古怪的动作从哪儿学的？入府前，我爹请了教习嬷嬷，教过一些，说是伺候爷能用上。原主把教习嬷嬷打跑了，屁都没学，但这锅得背。我听说你入府前本有婚约，是个寒门学子，颇有才名，有望中进士。为何放着官娘子不做，甘心入府为妾，伺候爷？爷既然查了，妾身也不瞒您，是原本是有婚约，我也曾盼着夫君高中，护住我和娘亲兄弟。可后来，我那原本要进入侯府的妹妹，不知怎么半路反悔。春日宴上，她和我那未婚夫陈元凯衣冠不整，抱在一处，美梦碎了。我没想开，寻了短见，被救回来后，继母拿我娘亲兄弟的性命逼我爹也劝，我就答应替叶映雪入府。不过入府后我就想明白了，什么情啊爱都是虚的，只有跟着爷，才能让我和我在意的人在这世道好好活着。所以努力伺候爷，让爷满意，就是我眼下最该做的事。实话掺着假话，真假参半才可行。这根金大腿可得抱紧。侯爷，求您快去看看我们姨娘吧，她肚子疼得打滚，一直喊您的名字。爷，去瞧一眼吧，秦姐姐怕是真撑不住了。爷，您来了。你不是肚子痛吗？这是在做什么？爷，你太久没来人家这里，人家只是太想你了。哦，是吗？当然是了，人家今晚想好好伺候爷。秦氏，别装了，你是想让爷替你肚子里的孩子脑子吧？侯爷，您都知道了。是啊，我那好大哥娶了你什么，让你连命都不要？侯爷饶命，奴婢敢死，是鬼迷了心窍，求你别动我父兄，他们对您忠心耿耿啊！你的命，全家的命，现在捏在我手里，听我的，
或者现在就死。侯爷，您可留我一条活路。你没资格讲条件，想活就照我说的走，护好肚子里这块肉，我还用。是，奴婢全听侯爷吩咐。记住，从今往后，你只是动了胎气需要静养的秦姨娘，若敢漏一个字，或者孩子少一根头发，你知道下场。侯爷，还是要了我，我成功了，这孩子保住了。姨娘，听说昨夜侯爷去了海棠宴，秦姨娘好像动了胎气，不过府医今早看了，说没事，让静养。动胎气？侯爷去了之后？而且侯爷一早就出府了，没多待。不对劲，这胎来得太巧。侯爷对他可不像旧情复燃，他刚请侯爷过去，接着就动胎气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这胎是个雷，谁碰谁炸。如意，快去找块木板，拿笔墨来。姨娘，要木板干啥？写几个字，挂院门口，就写秦姨娘与狗不得入内。姨娘，这会不会太狠了？写狗是不是有点……就得写狗，骂的就是那些害人不眨眼的东西。这浑水咱们不能沾，他想死我管不着，但别想拉我垫背。快去，趁现在挂上，划清界限。妾身给夫人请安。起来吧，身子可大好了。谢夫人关心，已大好了。叶姨娘，这是我的位置。夫人，请问这把椅子是姚姨娘的专座吗？府中座位向来只分尊卑，不分专座。姚姨娘，听到了吗？大家都是贵妾，你凭什么就比我高贵了？人生苦短，我凭什么要委屈自己给你脸面？行了，日后叶姨娘就坐这个位置。姨娘，不好了，外头都在传说您失宠了。哦，怎么说的？说侯爷这大半个月就在后宅留宿3回，一次在夫人那儿，一次去看病中的苏姨娘，还有一次是武姨娘那里看九公子，一次都没来咱们院子。他们都说侯爷厌了您了。侯爷不来，咱们就当放个假，带薪休假，多舒服。姨娘，您怎么一点都不急啊？真要失了宠，以后在府里日子可难熬了。傻如意，急有啥用？咱们是打工人，老板来视察就好好表现，老板不来就按部就班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不过也不能一直失业，该刷存在感的时候得主动点，提醒老板这儿还有个优秀员工等着汇报工作。那咱们咋办？笔墨伺候。妾身近日茶饭不思，夜不能寐，辗转反侧，唯念侯爷之豆腐。不知侯爷可愿赏脸，来品一品妾身这道独家小菜。姨娘，这些也太……侯爷看了会不会生气啊？生气？说不定是惊喜呢。男人嘛，有时候就吃这套。这叫差异化竞争。去，想法子交给侯爷身边的金宝，就说是我给侯爷的信。是。侯爷，烟柳院叶姨娘递了封信来。这等淫词浪语，他也写得出来。去告诉他，爷晚上过去。侯爷还真是口是心非。是，奴才这就去。
不知羞。爷，您来了，用过膳了吗？还未。那正好，妾身让小厨房再加几个菜，马上就好。您先坐。在学棋？闲着没事儿，自己瞎琢磨，看棋谱摆着玩。陪爷下一局。好啊，不过光下棋没意思，得有个彩头。想要什么彩头？要是妾身赢了，也得答应妾身2件事。说来听听。第一，准我回叶府一趟。上次没进门，憋着口气儿呢，得回去让我那渣爹和坏妹妹看看我现在过得多好，气死他们。第二呢？第二嘛，爷也知道，我爹送我进来就是图叶家能成皇商，做上官盐买卖。爷要是能抬抬手。为报不效，若是你输了呢？我靠，老板这么会撩吗？妾身若输了，随爷处置，罚阅历、抄书都行。好，就依你。你赢了。真的？我赢了？爷，您没让着我吧？爷用得着让你？看来你这棋不是瞎琢磨。那彩头准了，不过皇商之事需从长计议，急不得。回叶府随时可以。爷，您真是天底下最好的老板，不，最好的侯爷。叶青池，你发什么疯？我靠！梦里在扇钱老板巴掌，怎么扇到谢老板了？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梦里有登徒子非礼我想扇他。登徒子非礼你？爷睡在你身边，你竟然还梦到别的男人？谢晋这是吃醋了。叶青之这个贱人，他凭什么？映雪啊，你别急，他受了侯爷的宠，不一定是好事。娘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傻孩子，明天你偷偷把袁凯喊来，这老情人见面，我就不信这话传不到侯府。谢晋听了能不瞎想？叶青之，不是爷，那梦可恶心了，梦里那男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，我才不想他，我心里只有爷。行了，早些休息吧，明日一早还要送你回门。这男人这么好哄。这排场，叶青只不过一个妾，怎会有如此阵仗？难道她真在侯爷心里分量这么重？上一世叶青只嫁给陈元凯，成为了首府夫人，被封了诰命，而我却进入侯府受尽屈辱，到死都没见过侯爷一面。就凭你这个贱人，还想跟我抢侯爷，真是不自量力！他这个贱人凭什么？陈元凯，爹，我人还没进门，您这欢迎的阵仗倒是挺新鲜。这位，要是我没瞎，是我那退了婚，转头就跟我好妹妹搂一块的旧未婚夫，陈公子吧？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您知道我和他有过那么一段，现在把他叫到门口，还跟妹妹站一块，是嫌我日子太太平了吗？您是不是想让全京城的人都瞧见您女儿我对旧情人念念不忘，一回娘家就急着私会，好让那些看我不顺眼的人拿了把柄去侯爷面前嚼舌根，说我心里还装着别人，想给侯爷戴绿帽子。您这当爹刀子捅的可真准，非得看我被侯爷厌弃赶出侯府才甘心是吧？
您这当爹的，刀子捅的可真准，非得看我被侯爷厌弃，赶出侯府才甘心是吧？哇，原来是这样，这爹当的太不地道。一男的就是负心汉。青芷，你听爹解释，爹真不知道他今天会来，这肯定是误会。没什么好误会的，这娘家不回也罢。如意，上车。青芷，别走，是爹错了，爹给你赔罪。你进来，咱们好好说。扬州学子宋逸轩谢叶姨娘昔日指点迷津，赠银助考之恩。宋逸轩赠银，我什么时候做过这事？又是记不清。宋公子言重了，些许小事不必挂怀，望公子潜心向学，早日金榜题名。听说学你今天在叶府门口发了好大的脾气，爷都知道了，是不是觉得妾身泼辣不懂事？泼辣点好，省得被人欺负。不过你那父亲怕是吓得不轻。我是故意的，不把话说绝，不把事闹大，有些人就总抱着侥幸，觉得还能拿捏我、利用我，我得让他们彻底死了这条心。爷，之前我求的皇商官盐那事儿，先算了吧。哦，为啥？不是你进府的目标吗？是目标，但不能这么轻易给。人嘛，都是贱骨头，太容易得到就不珍惜，就得让他们眼看着肥肉在眼前晃，就是吃不着，挠心挠肺的难受，难受了，痛了，才能长记性，才知道以后该怎么巴结我，而不是算计我。我这可是为您培养懂事的钱袋子呢，省得他们日后打着您的旗号惹祸，拖您后腿。歪理一套一套的，不过爷既然答应了你，就不会反悔。时候到了，自然给你。爷，您真好，那您可要说话算话，以后不管发生啥事儿都不能抛下我，我就指着您这棵大树乘凉了。白天那个宋逸轩，你啥时候资助他的？还指点迷津？有吗？我不记得了。快，准备一份厚礼，不要最厚的，银票、铺子、首饰，拣最好的给青芷送去。是老爷，那皇商的事儿，别提了。青芷这次是真恼了，咱们之前做的太不地道，伤了他的心，得先把他哄好了，往后才有指望。但该怎么哄？不如将大小姐的生母，还有她大哥小弟全都接到京城来。她大哥天生瘸腿，小弟年龄还那么小，只要我们好好照料，大小姐肯定会开心的。对，青芷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她那亲娘和兄弟，他们接来安顿好，她才能真跟我一条心。快去办！是老爷。映雪，你爹把那个贱人的娘接过来，咱娘俩还怎么在府里生存？他叶青芷只是现在得宠，日后可就不一定了。此话怎讲？过几日便是秋闱了，等元壳高中，爹肯定会再次把重心放在咱们身上。你怎么能确定陈元坤一定会中状元？我看他那样子，估计悬啊。娘，你就放心好吧。上一世可是我亲眼看着陈元慈高中状元，叶青芷也因此成了一品夫人。只不过这一世，一品夫人要换人做了。姨娘，这是什么？这叫绩效考核表。从今天起，咱们烟柳院的下人都得用这个来考评，干得好有赏，干得差扣分罚月例。姨娘何时有了这么多新奇的法子？如意，梳妆手艺好，替我在夫人跟前长了脸，加2分。但前天传话漏了一句，虽说没出大事，可不够仔细，扣1分。是。如意本月考评第1，
赏银10两。谢姨娘。起来吧，把考核表给夫人送一份。是。拉拢张静怡，让她成为我在这座侯府里第一个搭子。瞧瞧，这表格，这条目清清楚楚，赏罚有凭有据，比咱们平时光靠印象听管事嬷嬷一张嘴强太多了。可不是嘛，夫人，这叶姨娘脑瓜子里咋竟是些稀奇又管用的点子啊？她今儿公开考评，提拔了如意，别的丫鬟也没闹，院里安安静静。要是全府下人都照这法子管，如意，这考评的法子真是你们姨娘自个儿想的？回夫人，表格是姨娘亲手画的，规矩也是她亲口定的。姨娘还说，管下人就跟掌柜管伙计一样，得有章程，不能光看主子心情。你们姨娘嫁妆不少吧？平日花用宽裕不？回夫人，姨娘嫁妆是老爷精心备的，挺丰厚。她自己也有打算，日常开销都从自个儿账上出，从没短过院里人的赏钱和用度。这叶青芷要是个男的，凭这份心思和手段，怕是在朝堂上也能混个官当中。去，让咱们的人再细查查叶家的家底，尤其是叶青芷名下的嫁妆，到底厚到什么地步？叶姨娘，坐。今日留你是有事想听听你的主意。夫人请讲。中秋宴的采拜，往年都是交给府里老人吴管事，可这账目我看着头疼，项目也乱，我总觉得不对，又说不上哪不对。夫人，您看这儿，上等精米市价一式1两2钱，他继承2两，数量也不对，彩马50担，支去却按70担走的银钱。还有这绸缎、云锦价格虚息3成，这几样干货更离谱，比外头铺子贵了1倍不止。零零碎碎加起来，一场中秋宴采拜至少多报了300-500。夫人，这账做的粗糙，就是糊弄您不常看市价，不经算计。这吴管事胆子不小。好个狗奴才，竟敢如此欺主！不好了，夫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怎么了？什么？他那个蠢货不是从来不看账本吗？是叶姨娘那个贱人发现账目有问题的，那边现在已经把中秋采办的事情全交给叶姨娘了。叶青芷，叶家的货品质确实上乘，这价格比往年吴管事报的低了将近4成。这一趟中秋宴省下的银子可不是小数目。叶姨娘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也多谢你父亲用心，能为夫人分忧是妾身的本分，叶家能替侯府办事也是福气。夫人，这里是2本账，一本是给府里宫中看的，按市面最优价结算，另一本是叶家能给到的最低内部价，2本之间的差价约有500两。父亲说了，这差价全当孝敬夫人，感谢夫人的信任。不可，叶家做生意也不容易，该赚的辛苦钱1分不能少，就按市面价结算，该多少是多少。我侯府还不至于要占这点便宜。夫人大气，那妾身就代父亲谢过夫人了。多亏了叶青芷，这次中秋宴采办圆满成功，又借机彻底查清了吴管事乃至其背后大房的贪墨证据。这次你立了大功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妾身一时还没想好特别想要的，要不先存夫人这儿，等日后妾身想讨个大的时候再来求您，您可不能不认账。行，就依你，先存着。和直属领导建立了坚实的同盟和信任，日后躺平的日子会更加稳固。
虽然权势陈元凯高重，但那个宋逸轩就紧跟在他的下面，以防万一，宋逸轩断不能参加秋季。我要让那个宋逸轩参加不了今年的秋闱。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叶小姐放心，我们是专业的。外面赌局热闹，陈元诰和几个老牌书香门第的子弟呼声很高。哦，爷压了谁？没兴趣。怎么，你有兴致？有啊，爷，咱们也压点，就当玩玩了。你想压谁？陈元恪？压他，我怕银子打水漂。我压宋逸轩1000两，赌他中解药。宋逸轩，那个你在叶府门口见过的寒门学子，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？我看人很准的，他眼神清正，气质沉稳，一看就是能静心读书的料。而且我有预感，他一定能中。你认识主考官、礼部侍郎蔡学仁蔡大人？不认识啊，那种大官我哪有机会认识？但我的人查到，宋逸轩进京后能顺利拜入蔡学然门下，得其指点，是因为有人向他推荐，并替他引了路。而推荐他的人，正是失忆前的你，叶青芷。原主到底做了多少我不知道的事？真是给我埋了好大一个坑。爷，我真不记得了。自从落水后，好多事我都想不起来。可能我当初就是随手帮了个忙。既然你对他这么有信心，那1000两也跟你一起啊。赔了赚了对半分。好啊，谢谢爷。爷要是方便的话，就派个人保护一下宋逸轩吧，别让他考试前出事儿，要不然咱们的2000两银子就打水漂了。你为什么觉得会有人冲宋逸轩动手？爷问我原因，我还真答不上来，只能说是女人的自觉、第六感。但是这玩意儿有时候很准的。叶青芷那个贱人坏了我的好事，有什么办法能给他点教训？夫人，叶青芷现在和张静怡关系很好，而且在侯爷那儿也受宠，暂时动不了。既然动不了他，就动他身边的人，让他也尝尝心疼的滋味。你是说，他那个心腹丫鬟如玉时常出府替他办事采买，找个机会把人弄了？是卖是杀，还是让他生不如死都行，只要事成，我爹答应替你儿子安排的好事，立刻兑现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一个丫鬟丢了也就丢了，翻不起大浪。我安排人做得干净点。小娘子，别怕，让哥哥好好疼疼你。穿上，我送你回府。不好了，咱们派去的人失手了，被人打晕扔在巷子里。如意那丫头被人救走了，废物，一群废物，连个丫鬟都搞不定。奇怪，我这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？心里也有点发慌。如意出去多久了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如意去了也有1个多时辰了，按理说该回了，许是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如意，姨娘，有人要杀我！什么？你是说，他们不光想杀你，还想侮辱你？是，他们说要把奴婢关起来，是二位大哥及时出现，救了奴婢。动我的人，还用这种下作手段，这不是争宠，这是要命。如意，你先去洗个热水澡，
好好歇歇。谢姨娘。小桃，姨娘，去给我找几个咱们府里身子最壮、力气最大、胆子也够肥的粗使婆婆来，立刻，马上！姨娘，要他们来做什么？别问，按吩咐做事。告诉他们，现在过来，一人先给20两银子。怕是的，现在就把银子还了走人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叶姨娘，不知叫奴才们来是要做什么活计？活计简单，跟我去姚姨娘院子里砸场。叶姨娘，您这是？滚开！哎呦！叶青之，你疯了不成？带这么多人闯我院子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敢动我？我爹是四品官，我姐姐是丽嫔娘娘，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姚茵茵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再敢动我身边的人，下次我踩的就不是掌。搜，仔细翻着屋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。姨娘，您看这个。姚姨娘，你可真是从不让我失望，自己找死，还非拉主母垫背。走吧，姚姨娘，带你去见夫人，让她也瞧瞧你送的这份大礼。不要！好，真是好得很。姚氏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叶姨娘，姚氏有错，自有府规处置。你带人私闯院落，动手打人，成何体统？你这是恃宠而骄，无法无天了。夫人教训的是，妾身知错，甘愿领罚。只是当时听说贴身丫鬟差点遭毒手，一时气急失了分寸，请夫人重罚。姚茵茵行巫蛊验圣之术，诅咒主母，其心可诛。念在你父兄在朝为官，姐姐又怀了龙嗣，即日起夺你贵妾位分，贬为贱妾，迁去何院，只留王嬷嬷一人伺候，禁足3月，每日吃素抄经，好好反省。叶青芷，你行事狂妄，私自动刑，虽事出有因，也不能不罚。罚你禁足烟柳院1月，专心跟着教养嬷嬷学规矩，不准出院门。你可服气？妾身领罚，谢夫人公正。娘，你知道吗？探子说叶青芷那个小贱人带头闹事，被张静怡禁足了1个月。她就是一时得宠就迷失了，这样嚣张跋扈的事情都能干出来。人得宠哪有不飘的？不先说那个小贱人，还有2天就是乡试了。袁凯那边准备的如何了？娘，你等着好消息吧，没有人能威胁袁凯状元的位置。你们为什么抓我？你买凶伤害乡试学子宋逸轩，人证物证都在，给我们走吧。娘，你赶紧去求父亲，求父亲救我，救我！
老奴张氏奉夫人之命来指导叶姨娘规矩。张嬷嬷好，我一见您就觉得特别亲切。嬷嬷是哪人啊？叶姨娘，这不合规矩，还请您自重。抱歉，嬷嬷，我就是看见您心里欢喜。咱们开始学规矩吧，我保证好好学。张嬷嬷，您看我这么走对吗？姨娘这仪态气度，好像一个人。谁？我那苦命的救主，平南侯夫人。如意，你打听来的那张嬷嬷的事儿，再详细跟我说说。她救主就是那位平南侯夫人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位平南侯夫人闺名林清婉，是安乐侯府的嫡长女，真正的名门贵女。唉，说是病逝的，可奴婢听府里老人嚼舌根，都说林夫人是郁郁而终的。林夫人进门多年，就生了一个女儿，还夭折了。侯爷便以此为借口，把表妹接进府，纳为贵妾，后来还抬了平妻。最让人心寒的是，林夫人病重起不来的时候，平南侯府前院正张灯结彩，大办宴席，给那位兰夫人办平妻之礼呢。不好了，侯爷，夫人她去了。喜宴立马变丧事，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更讽刺的是，人死后，平南侯又像忽然醒悟了，又是请封诰命，又是要风光大办周年祭。现在外面好些不知情的，还夸平南侯情深义重。情深义重个屁！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。人活着的时候不珍惜，人死了做这些戏给谁看？这平南侯真不是个东西，垃圾，渣仔！你别激动，这话可不敢让人听去。这位林夫人太可怜了，张嬷嬷是她的奶嬷嬷，跟着她一定也吃了不少苦。如意，张嬷嬷这个长辈，我帮助你。想要帮助张嬷嬷摆脱奴籍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找领导。叶青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侯爷，咱们真是心有灵犀，我也有事跟你说。侯爷要说的是什么事？宋逸轩的确出事，你那继妹用银子收买了几个混混，要他们打断宋逸轩的胳膊。锦衣卫把那些混混抓了，你那继妹也被京兆尹的官差抓起来关牢房了。竟然有此事！那现在呢？我那继妹还被关着，还是使了银子放出来了？没有爷放话，谁敢放她？你想为她求情？恰恰相反，妾身觉得关着她挺好的，一点都不想求情。你有什么事要说？妾身想帮张嬷嬷摆脱奴族，但需要爷的帮忙。怎么帮？请爷准妾身参加中秋宴，宴上妾身会谨言慎行，把张嬷嬷教的规矩仪态都亮出来，到时候大伙儿都能瞧见妾身学的有多规矩，然后再趁着机会向老太君也向梁府的长辈们替张嬷嬷讨个恩典，免了她的奴籍，让她恢复自由身，再聘她做咱们侯府正式的娇养嬷嬷，专门教府里姑娘和姨娘们的规矩。哦，为啥不当场要人到你身边？直接要人，平南侯府那边下不来台，显得咱们太霸道。可要是夸张嬷嬷教得好，证明她本事大，咱们侯府惜才，特地聘她当教养嬷嬷，既给了她前程和体面，又顾全了平南侯府的礼仪。这样，张嬷嬷能离开东院那苦差事，落个安稳体面的去处。平南侯府也有光，咱们侯府还白捡个好嬷嬷。几天不见，你这脑袋瓜子倒是越来越灵了。
这主意不错。爷这是答应了，谢爷。宴上爷配合你，但有一条，你的规矩得给爷撑住场面，要是出半点岔子，爷放心，妾身肯定不给您丢脸。姨娘，您真要帮张嬷嬷除奴仆？不止，我要让她成为府里的教养嬷嬷，光明正当的活着。你去一趟贵心院，替我传个话给夫人。夫人，我们姨娘说张嬷嬷的事儿她有主意了，想请您帮着参详配合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回去告诉叶姨娘，我会配合好的。是，奴婢告退。夫人，这叶姨娘对张嬷嬷的事儿是不是太上心了？她一个姨娘，干啥费这么大劲儿帮别府的嬷嬷？嬷嬷，有些事就是看不下去。清婉在的时候，待我跟亲姐妹一样。她走后，她的旧仆被这么糟践。现在叶姨娘愿意出头，想出这么周全的法子，我为什么不拉一把？这一回，咱们帮叶姨娘，也是帮清婉，把她奶嬷嬷从那个火坑里捞出来。姨娘，叶府那边递消息来了，说顾夫人想见您，有要事相求。不用想，肯定是为了叶映雪。是，听说二小姐在牢里病了，顾夫人急得不行，想求您向侯爷说说情，先把人放出来治病。病了，活该。他买凶害人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后果？现在知道急了。那奴婢去回绝了？不，让他来，我倒要看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。青芷，我的好女儿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映雪啊！顾夫人慎言，我有娘亲，您可别随便乱问你。青芷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映雪年少无知，一时糊涂。她也是为了陈公子前程着想，才做下错事。你看在姐妹一场的份上，替她在侯爷面前美言几句，放她出来吧。你要什么？只要叶家给得起，我都答应你。我要什么，你都答应。答应，都答应。那好，我要你自请下堂，把主母的位置还给我娘，重新滚回去做起。你说什么？叶青芷，你疯了吗？我可是你父亲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你竟敢如此羞辱我！怎么，刚才不是说什么都答应吗？这就反悔了？看来你对你女儿的疼爱也就这么点事。想让我救叶映雪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你自请下堂，我立刻去求侯爷放人，否则就让他在牢里好好养病，把牢底做牢。或者你也可以等我哪天在这侯府失宠了，没人搭理了，你再来求我，看看那时候叶映雪还在不在。恶毒，恶毒的小贱人，你不得好死！跟我谈条件，也不看看自己手里有什么牌，想空手套白狼，做梦。爷来了。看的什么书这么入神？爷吃醋了？吃什么醋？书本的醋啊！妾身沉迷书册，没有起身迎接爷，爷就不高兴了，这还不是吃醋？你这张小嘴是真能说，自己不守规矩慢待爷，还推脱到吃醋上。可是妾身吃醋了呢，今天想耍耍性子，不想伺候侯爷了。哦，吃什么味儿？这才几天，你的规矩又都学狗肚子里去了。爷喜欢规矩学得好的，你去找钱姨娘啊，她不是最会伺候人了吗？何必来妾身这儿受气？你说的吃醋，
就是因为钱姨娘，她只不过是个良妾，就越不过你去。别和爷阴阳怪气的，有事说事。说话。妾身不是嫉妒钱姨娘得宠进位，照爷说的，她进了位也是良妾，越不过妾身去。可是爷也知道，妾身这人比较小心眼，最讨厌被人当替身。什么替身？你说你是钱姨娘的替身？对啊，自从爷宠了钱姨娘，还进了她的位位，其他姨娘都争相模仿她，妾身这才回过味儿来。原来前几天侯爷那么满意妾身的伺候，是因为喜欢钱姨娘这个调调啊。不瞒爷说，妾身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再也不想守什么规矩，办什么大家闺秀。爷喜欢这个调调，以后就去寻钱姨娘，别在妾身这儿过夜。她怎么可能是钱姨娘的替身？这后院没哪个女人有她这么多变，更没女人敢这么大胆。就这点破事儿也值得你哭？爷看你是恃宠而骄，不知天高地厚了，爷没把你当钱姨娘的替身，她可远不及你有能耐。听爷这么说，妾身就开心了。不做了？目的达到了，当然不做了。想在后家长久立足，得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，至少要让谢晋觉得我是不可替代的。明日中秋家宴，别忘了去向老太君请安。明日中秋家宴才是真正的大考，能不能让张嬷嬷脱奴籍，就看明天了。带这个吧。今日去贵心院，其他姨娘肯定都在，您打扮的这么肃宁，会不会被比下去？今日不是争奇斗艳的时候，越是低调，越不容易出错。走吧。这个小贱人不是被禁足学规矩吗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还被侯爷准许参加中秋宴，还和侯爷一起来了。见过侯爷。起来吧。侯爷，叶姨娘也来了，这是在外面一道碰上的。昨夜侯爷歇在妾身那里，早晨不用上早朝，就晚起了会儿，在妾身院子里用了早膳，就一起过来了。见过父亲，叶姨娘好。叶姨娘，你上次送我的9连环，我已经解出来了。哇，世子真是太棒了，好聪明啊！我可是解了好几天都没解开呢。侯爷和夫人本就是顶顶优秀的人，生出来的孩子也是极聪慧的。妾身能进侯府，能伺候爷和夫人，还有世子和小姐，真是妾身的福气。走吧，去给老太君请安。这路我怎么感觉好像走过，还有这景色也好熟悉。请问哪位是叶姨娘？婢妾就是。请叶姨娘随奴婢进屋，老太君要见您。是。单独见我，不会是想给我立什么规矩吧？婢妾叶氏给老太君请安，祝老太君福寿安康。怎么来了就跪着不说话？你好久没来看祖奶奶了，一来就这么见外，是怪祖奶奶之前没给你做主？老祖宗，我是侯爷的小妾，我叫叶青芷。是我老糊涂了，忘了清婉都故去了。刚才看见这个叶姨娘从外面走进来的样子，还以为看见了清婉。老祖宗，妾身的规矩都是和林夫人的教习嬷嬷学的，所以老祖宗将奴婢错认为林夫人，恰恰说明奴婢的规矩学得很好。谢老祖宗如此给奴婢脸面，奴婢感激涕零。这女人
真是有一张巧嘴。是个好孩子，起来说话吧。你往前一些，我老了看不清了。是个守规矩的漂亮小姑娘，就是打扮得太素净了。老祖宗，奴婢出身商贾之家，不缺银子，也有许多漂亮首饰，只是想着今日要给老太君磕头请安，就都没带。若不然一低头一磕头，那不摇的碎碎，摇啊摇的光打脸，怪难受的。哎呦，那确实是这样。我打心眼里佩服叶青之，这样的场合都能对答如流。老祖宗，那奴婢能为张嬷嬷求个恩典吗？老祖宗，那奴婢能为张嬷嬷求个恩典吗？为她除去奴籍，还她自由身，专门当府里的教养嬷嬷。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？回老祖宗的话，张嬷嬷让奴婢想起小时候的奶嬷嬷，奴婢见她就觉得亲近。得知她如今在打理林夫人的故居，每日都要坚持自己清扫院子，为此累倒了好几回，奴婢看着眼圈都红了。张嬷嬷年纪到底大了，就算想要为旧主尽心，也没必要干这种粗活。奴婢建议她换个方式怀念旧主，她还不愿意。奴婢就想了这么一招釜底抽薪的办法，让她以后想扫院子都扫不了。明理，你意下如何？我同意。多谢老祖宗，多谢平南侯。都先退下吧，一会儿中秋宴再见。奴婢望老祖宗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好孩子，有空就来我这里说说话。老祖宗，奴婢只是个小妾，又不长家，也不需教养子女、经营人脉、准备宴会什么的，每天都挺闲的。若不是怕打扰老祖宗休养，奴婢每天都能给您解闷儿。你要是闷了，就派个丫鬟来叫奴婢，奴婢随叫随到。好，来人啊！下次再来啊，别跪下磕头了，打扮得艳丽点儿，咱不怕不威打脸。谢叶姨娘大恩。张嬷嬷不必这么客气，你也成就了我。今日我在老太君那里得了脸面，全因为你教的规矩，还有你家主子的福泽，我还要感谢你呢。以后我就把叶姨娘当成新主子了。叶姨娘今天说话办事挑不出错，得了老太君的脸面，也是给我和侯爷长了脸。夫人一定是在捧杀他。吃着好吃的，看着节目，别提多舒坦了。傻子才上台表演呢。怎么感觉我的姬妾没取悦我，倒取悦了他？散了。钱姨娘不必多想，侯爷累了一天了，想早早回去休息，不是不喜你的舞蹈。这是在羞辱我。谢晋真狗，不珍惜表演。叶姨娘，请留步。停！你怀着爷的孩子，身子娇贵，你站那儿别动，咱俩就这么说话。叶姨娘，我只抢过一次侯爷，而且我还怀有身孕，你不用这么防着我，把我当仇人。孩子万一有问题，把锅甩我身上，我就玩完了。你要没怀孕，靠近我，我还能揍你。可你怀着孕，我碰不得。你想说什么赶紧说，别浪费时间。我可没空和你演姐妹情深。恭喜妹妹今日得了老太君青睐。妹妹没空，我便先走了。姨娘，她刚才故意搭讪，准憋着坏。盯紧点，她憋坏也只憋死自己。姨娘，侯爷来了。见过侯爷，侯爷大晚上来我房中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，就不能来找你们？谢晋不会是来收公粮的吧？我好不容易休息几天，这感觉大姨妈来了，我还坐在侯爷腿上呢，热死了，彻底没脸了。孤单女子来小日子不吉利，我万一把血弄侯爷身上了，要死了，弄不好要失宠。
侯爷，快让我下来！我来小日子了，要弄脏你衣服了。侯爷恕罪，妾身不是故意的，妾身该死。今天的事不准说出去，露出半个字，杖毙。是。完了完了，这下彻底社死了。王嬷嬷，你说那个叶青芷就那么得宠？姑娘，那叶姨娘不过是仗着新鲜劲儿罢了。等侯爷腻了，自然就不稀罕她了。可我等不及了，我要让她知道得罪我的下场。嬷嬷，你去找王夫人，你让她找人抓一些毒蛇、毒蝎子，还有毒虫子，扔到叶剑人的院子里。就是咬不着她，毒不死她，也要狠狠地吓她一顿。哎呀，我的小姐啊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你提的这个要求，王夫人不会答应的。你去告诉她，我知道大爷和秦姨娘苟且的事情，如果她不按照我的吩咐去做，就将此事闹得人尽皆知。太好了，您庆中了，第17名举人，我儿果然争气。恭喜夫人，贺喜夫人，大少爷这回可给咱们大房长脸了。快去准备赏钱，府里上下都有份儿。再去祠堂上炷香，告诉祖宗这个好消息。是。夫人，老奴有件事儿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是关于大爷和秦姨娘的事儿，怕是瞒不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刚才姚姨娘房内的王嬷嬷来说，想让你帮忙处理叶青芷，不然就把这事儿捅到侯爷面前。姚茵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来威胁我！他想要我怎么帮？他让您找人抓毒蛇毒虫，扔到烟柳院去，吓不死叶姨娘，也要让她脱层皮。好，我答应他。你去回话，就说我会办妥的。等等，去把大爷给我叫回来，立刻！怎么了？明庆中举的好日子，你摆这副脸给谁看？你和秦姨娘是怎么回事？你从何处得知？你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，姚茵茵都威胁到门上来了。一旦这件事爆出来，咱们儿子的大好前程都要毁在你这个勾搭兄弟妾室的夫人身上了。说破天也只是个妾，玩玩而已。那秦姨娘肚子里的孩子呢？也是你的。睡了谢晋的小妾，还搞大了她的肚子，这回可让谢晋栽了个大跟头。那谢晋可是锦衣卫指挥使，手底下不知道有多少探子，你以为真能一直瞒着他？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你必须和秦姨娘断了，不许再去见她，一次都不行。那个姚茵茵不能再留了，想法子除去她。这还用你说？不光那个姚茵茵，还有那个秦姨娘，都不能留了。姨娘，姨娘，有好消息，宋公子真的高中了，第1名啊，真的是他。挺好的，这次没看走眼，我的1000两银子能变8000两。姨娘，你猜陈元良考了多少名？倒数第1。姨娘英明，不是倒数第1，可也差不多，是倒数第3名。听说当初2小姐曾经高喊陈元耀会高中，还辱骂那些学子狗眼看人低。现在榜10一出来，那些学子可笑死了。有那坏心眼的，还专门找了好几个小乞丐高声宣扬这事，把陈元金羞辱的连客栈的门都不敢出。叶映雪和陈元丽这2个自大的蠢货，根本不需要我出手做什么，自己就把自己给玩死了。姨娘，顾氏的戒元女婿梦破裂了，他想把叶映雪从牢里救出来，就只有听您的话，自请下堂了。姨娘，你可真是神机妙算，每一步都算到了，算对了。躺平被带飞而已。倒数第3，我的状元女婿没了，那映雪怎么办？这不是逼着我去求叶青芷那个贱人吗？夫人，不好了，穆夫人带着大公子、小公子到府上了，老爷正陪着在前厅说话呢。穆念秋回来了，看来想把映雪救出来，我只能自请下堂了。姐姐，你可算来了！
这是穆念秋，怎么没变老，反而更美了？哭哭啼啼不成体统，退下！贱人要复宠了！老爷，妾身自知不配，自请下堂。好，我差人接映雪出来。老爷，您是认真的？自然是真的。之前冤枉了你，以后你来做当家主母。妾身不敢。你们先去休息，晚上再说。是，父亲。姨娘，叶府那边传来消息，顾氏真的自请下堂了。知道了。顾氏真的自请下禅了，您不觉得痛快吗？意料之中的事，有什么可痛快的？他难道还有第二条路可走吗？叶家的事到此为止了，接下来该操心的是侯府这边的烂摊子了。如意，以后不要再为小少爷搜罗好吃好玩的了。我记得我那嫁妆里有一套好的笔墨和砚牌，还有一幅上好的临摹字帖，你一会儿送到夫人那里。姨娘，您怎么突然想起送这个了？大少爷谢明庆中举了17名，良年春君很有希望。这对咱们房里的小老爷来说，可不是什么好消息。夫人现在怕是正为此忧心，不得不开始鸡娃了。姨娘思虑周全，小少爷天资聪颖，念书定差不了。今日先生教了什么，可都听懂了？课业是什么？夫人，如意求见，说是叶姨娘让给小少爷送东西。又是什么好玩意儿啊？这叶姨娘怎么还送这些玩物丧志的东西？看来得敲打她一下了。见过夫人，姨娘让奴婢过来给小少爷送一套笔墨纸胶，还有一幅字帖。姨娘说，等小少爷练字出有卢形后，希望能得到小少爷的一幅墨宝挂在墙上。姨娘说，这样天天看着，有助于怀上一个像小王爷这般聪慧的宝宝。真的吗？我的字还能有这个作用？自然是真的。姨娘说，这便是耳濡目染，日夜熏陶，自有一份念力在。母亲，孩儿这就去练字了。要说谁最贴心，还是叶姨娘。她哄孩子的法子新鲜别正，明玉不反感，反而干劲十足。倒是我一味严厉，反让她抵触。我要向她学学，找个时间，得放下身段，向她请教一二。夫人呀，那不是您的闺中好友，是府里的小妾呀。我的小日子总算是结束了，肚子不疼了，我又行了。奴婢按您的图样做了新衣，您看行吗？姨娘，侯爷压住赚的银子没送呢，要不借这机会请侯爷过来？姨娘，小厨房研出一道新菜，鲜辣爽口，侯爷铁定喜欢，要不咱们送过去？带领着这么上进团结的团队，我也不好意思摸鱼了。如意，你先去打听消息，看侯爷在不在府里。爷今天木休，就在后院书房呢。好，赏1两银子。优秀员工都不用领导吩咐，自己先把活给干好了。如意，给我梳妆，新菜让小厨房做，我亲自送去。是。见过叶姨娘。侯爷用晚膳没？小厨房做了新菜，送来给爷尝尝。劳烦你通传一声。爷，叶姨娘求见。让她进来。妾身见过侯爷。躺了几天，怎么还瘦了？妾身天天喝苦药，肚子疼没胃口。爷不信尝尝，妾身浑身都是苦味。爷，这是书房，传出去又要挨骂，骂我勾引您，下封口令太麻烦了。你何时在意名声了？骂你狐狸精，那就是夸你了。体力下降了，跟不上领导的勇猛了。不行，回去就得练，核心工作能力不能降低。
妾身想求爷一件事。说。后天去相国寺上香，求个平安符，给林夫人捐长生灯，再见见娘亲。她肯定知道我的打算，但我得一一说出来，显得乖巧懂事，不隐瞒。谢谢爷，我怕意外，多派人保护我。爷就没见过比你还怕死的，天天喊不想早死，又爱作妖，恃棒而骄。死了就见不到爷了，妾身不舍得，打工而已，无需真情实感，人设稳就行了。爷，今晚妾身睡在这儿好不好？睡吧。爷，您可真好。后院出事了！后院被扔了毒蛇毒虫，海棠院秦姨娘和烟柳院最多。秦姨娘被虫咬了，受了惊吓，动了胎气现红，补一症救治。姚姨娘被毒蛇咬了，现在昏迷着。烟柳院也有不少毒蛇毒虫，不过那边屋子院子撒了驱虫药，蛇虫都从院子里逃出来了。丫鬟婆婆倒没受伤。让护卫立刻进后院抓捕蛇虫，多叫些大夫给被咬的人医治。是。还好，因为怕这些，夏天专门让人撒了驱虫药。今天要是留在烟柳院，就算不被咬也得吓死。还好来找领导上班了，老天爷都偏爱勤劳的打工人。爷，是谁啊？想出放毒蛇这法子，吓死人了！妾身最怕那些玩意儿了。你的院子没事，爷发觉你还真是属乌龟的，把自己地盘保护的倒是挺好。那当然，妾身怕死，更怕背锅。听说秦姨娘被咬，动了胎见了红，侯爷该去看看吧。还有姚茵茵，可别被咬死了。姚茵茵害你，要你死，不想她死。妾身没把姚茵茵放眼里，她真的太蠢了。左右手段就那些，妾身有爷护着，他威胁不了妾身。他活着比死了价值大。他爹是礼部侍郎，姐姐怀龙种，死了会结怨。虽然他总想找麻烦，挺烦人。暗中对付你的人是谁？谁啊？哪个白痴在耍聪明？简直是老寿星上吊。大房的人，王夫人，上次冲你动手杀你丫鬟都是她。王夫人因我患踩板伤就杀我，王夫人气量太小了，胆子太大，太不把爷放眼里了。那姚姨娘是冤枉的，可她没觉得委屈。她受制于姚茵茵，有求于她。为科举好好色，聪明。想到了。妾身说了，爷别生气。言重点。妾身猜测，秦姨娘的孩子不是爷的，是大爷的。爷都知道，但这事儿不能公开，否则侯府蒙羞，少爷小姐不好婚嫁，后宅淫乱，没规矩的名声跑不了。用此事拿捏大房即可。妾身僭越了，爷快忘了吧。你抖什么？爷又没供词，此尽大宰就请回去。侯爷呢？可派人通知侯爷了。没有女人不怕毒蛇毒虫，可我是当家主母，不能表露害怕，不能失了侯夫人的威严。侯爷下了命令，让护卫进后宅抓捕蛇虫。夫人耐心等等，再过片刻就能抓干净了。明安他们几个孩子没事吧？哪些姨娘受伤了？小主子们都没事儿。姚姨娘被毒蛇咬，蛇毒发作，有生命危险。秦姨娘也被咬了，孩子估计保不住。府医先去了秦姨娘那边，不能让姚姨娘死。秦姨娘那边尽心意就行。嬷嬷，你派几个人去姚姨娘那边，补住她的命。是。对了，叶姨娘呢？她没事吧？叶姨娘今晚宿在爷的院子，躲过了一劫。也好。燕儿和玉哥受惊吓没？没有，妾身听到出事，就派人把他们接了过来。叶姨娘呢？没和爷一道过来，
又睡了，不用管他。这一刻，我竟羡慕起叶青之了。这会儿整个后宅，估计也就只有他还能睡得着。侯爷，今天这事是大房做的吗？那侯爷打算怎么办？你说呢？按家法，私下处理吧。这事儿闹大了，对侯府名声不好。他安分守己，以我为重。可惜遇事喜欢退让，少了魄力。原来谢晋一直以来什么都知道，还派人盯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眼皮底下。我也没想到，谢晋竟然要取消我儿明庆的科考成绩，这可怎么办？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是被无辜牵累的。你是死人啊！你弄出这一大摊子！滚开！你别发疯了！去求祖母，请他出面保一保明庆。去求祖母？不成，不成！要是让祖母知道你做的这些孽障事，把他老人家气病了，你的罪过就更大了。那你要我怎样？我不就是睡了他一个小妾？他搞这么大阵仗，还要牵连明庆的前途，难道明庆的仕途还不如他一个小妾重要？若论甩锅，我夫君已经登峰造极，可其他方面，他就是个废物，又是想屈夫留子的一点。姚姨娘被救下后，一定会报复大方。明天一早，这出戏就该上演了。秦姨娘也是自作孽，在这后宅里一步走错，就是万丈深渊。上次你提过叶氏擅长看账册，从明日起，让他给你当账房先生。让叶姨娘当账房先生，也可是认真的。自然。明日你带着他盘查府里近7年的账册，查出大房贪的银子，让他们吐出来。好，明一早妾就让他查账。昨晚不知闹成什么样了。来人！侯爷呢？昨夜没再回来吗？后半夜，侯爷宿在夫人房里，一早上朝去了。姨娘，秦姨娘死了。昨晚姚姨娘被满地的毒虫毒蛇吓疯了，一直大喊秦姨娘和大爷有苟且，还怀了大爷的野种。秦姨娘听说后，撞柱子正清白，人没了。那姚姨娘呢？听说老夫人差点用拐杖打死她，但侯爷拦下了，把她连夜送去了家庙。姚姨娘还是得感谢她强大的娘家人，不然昨晚就得和秦姨娘一起共赴黄泉了。对了，姨娘，还有一件事儿，夫人传话让您去更新院用早餐。为什么还有我的事儿？夫人，昨晚闹腾半夜，要不您再回去补个觉。领导不在，我也能摸回去。等安排完事情，我就去补觉。看你气色，昨夜休息的不错，正好查账。夫人，查什么账啊？侯爷让查7年采办账目，查出大房贪污的银子，让他们如数吐出来。夫人，我就一小妾，做这事不合规矩，说出去被人耻笑侯府没规矩，恐怕有人误会侯爷宠妾灭妻，想借此架哭您的管家权。叶姨娘，你不用想着试探我，咱们侯爷不是那等拎不清的纨绔子弟，这后宅之事也全都尽在掌握。平日里任由你们争来斗去的，无伤大雅，爷也不会去管。可你也知道了昨晚上的事了，一旦触及到爷的底线，就是疾风骤雨，香消玉毁。爷既然让你帮我查账管家，就是知道你既有能力，人又是个安分的，不会肖想主母之位。只要你没有害我之心，我也乐意随爷的心意，给你脸面，护着你。叶姨娘，做我的人，你得侯爷宠爱，帮我坐稳主母的位置，帮助玉哥以后袭爵，我也可以承诺你，待你未来诞下孩子，
由你抚养，但可以记在我的名下，给他嫡出身份，如何？好大一张饼，夫人可真是大方舍得。任何一个妾室听到这样的承诺，恐怕都要对夫人感恩戴德、鞠躬尽瘁了。可我是个职业打工人，最大的能力就是面对领导塞过来的大饼，一边笑着接过来，一边给自己谋切实的好处。得夫人这么看重，妾身感动不已，甘愿做夫人的人。只是妾身性子懒散，又讨厌重复无意义的事，不如夫人先免了妾身每日的请安。可以，但有事叫你，不可推脱不来。那是自然。还有，查7年的旧账，单单靠妾身自己，就是累死也干不完的。妾身要见夫人手下的那些账房先生，要有权调动府里的管事问话。若是账房先生不得用，妾身恐怕还要从叶家找一些人手。行，这些都没问题。封院子没经过我的允许，查清所有账册之前，这些账房先生还有几个得力管事都不准出院子。有事情就让手底下的丫鬟婆子当传话好。如意，让小厨房做些茶点出来当零嘴，3餐还是从大厨房提，我掏些银子给这些人加餐。你们须知，能在夫人手底下当账房先生是你们的造化，这次查旧账就是你们一个极好的表现机会。做好了，赏赐少不了；可做不好，打双份工，上辈子作孽。谢侯爷让我查账。真感激，没骂我。当然没有，夫人说若表现好，孩子可嫡出并亲自抚养。真的吗？夫人既然许给你了，自然是真的。谢谢爷。那现在给爷生个孩子。才不要现在生，怀孕就不能伺候爷了，我馋。他真敢说。爷，什么时辰了？爷不用上早朝吗？今天木休。账册查得如何？爷要听实话。你说呢？实话就是全是假账，根本没查的必要。爷不如让锦衣卫抓人，把采办管事全抓了，拿他们妻儿老小威胁，逼他们交出真账册，这样简单快捷。那你还搞这么大阵仗？做给夫人和别人看的，不然怎么显出我的能力？账本虽然做得烂，正好当个教材，让夫人见识见识，下面人怎么糊弄主子。你笑什么？侯爷可知，鸡蛋10文钱一斤，账上敢写500文，一个碟子50文，他们敢写1两银子。我实在好奇，给老夫人和大房看的账册，又会写多少银子？账册继续查，把你刚说的都写下来。是。怎么了？姨娘，叶家那边传来消息，夫人想约您到相国寺见上一面。那是原主的亲人，又不是我的。但是谢晋在这儿，亲娘要见我，我要是不见，也很怪吧？我去相国寺，也打算派几个人保护我。6个。夫人出门最多带8个护卫，你还想要多大阵仗？那让我院里的暗卫也跟着。
反正我不在院子，他留着也没用，一块跟着吧。恃宠而骄。这是我穿过来后第2次出门，侯府马车挺奢华，坐着还不如3轮小电铃安稳。小姐，大少爷在那边。见过大少爷。免礼。妹妹一切可好？好着呢。入了侯府后，侯爷和主母对我特别好，定是我前辈子烧高香，才能进侯府伺候。妹妹入侯府后性子又变了，看着越发陌生。那就好，我从父亲手里要了些事做，以后侯府采办由我负责。妹妹想做什么递消息给我，我一定给妹妹办妥。好，正好有件事要大哥帮忙，借家里几个账房先生给。妹妹竟参与侯府管家，莫不是被推出来顶缸的？大哥不必忧心，我不会被推出来顶缸。侯爷和夫人真对我特别好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青芷，这和原主记忆里那个天天哭的妇人差距太大了。娘，您是不是也被穿了？穿什么？看来不是穿越过来的，但这位美人娘亲变化也太大了。青芷，对不起，都是娘没用，护不住你，才逼你去了侯府做妾。行了，这下对上，不是心子坏，是吃斋念佛10几年，不开口很佛很仙，一开口就有点幻灭。娘，我在侯府过得很好，你瞧瞧女儿的气色，有一点受过委屈的样子吗？娘，先不说我了，你们回来后，父亲对你可好？那个顾氏可找你麻烦了。顾氏自请下堂，你父亲又让我当正妻了，现在对我挺好，就是太过热情了些。妹妹，叶映雪昨天已经被放出来了，父亲可是你的名义。没关系，不听话也可以再抓回去。专业素养真强，看来是真喜欢，不是装的。小师傅，我想见一下了因大师。施主，不好意思，了因大师正在闭关。我捐5000两3回去。施主，请随我来。超能力真好用。拜见大师，我近期时常被梦境侵扰，不知大师能否指点一二？我往后的路又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这万金油的算命说法，听了等于没听。大师，能说的具体些吗？女施主的情缘虽然淡了些，但是你福缘深厚，以后会贵不可言。至于以前的事，就让它过去吧。女施主，不如写个字，老衲给你再解一解。女施主，你看这个回字有2个口，素来有命运轮回与回归之意，前世缘今世了，既是起点又是终点，回又有峰回路转起死回生之意，女施主且放宽心。听到这儿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反正是对了因大师跪了，多谢大师解惑。仔细一看，居然是个陌生的中年男人，好在旁边还有大哥和小弟作陪。妹妹，这位是苏王爷，快给王爷见礼。见过王爷。免礼，多谢夫人解惑，这是谢礼，夫人收下。搞什么？在搞什么？娘亲，怎么回事？刚才苏王为何要感谢你？素王听娘在念佛经，便问了几句佛经上的禅局是何意。寺庙里一堆和尚，他想问佛经，问谁不行，非要呆着美人娘亲问，明显醉翁之意不在你。
是看上我娘了？娘，您刚才察觉到了吗？察觉什么？苏王对您生了心思。那块贴身玉佩就是证明，他对娘势在必得。娘绞了头发，入尼姑院出家可行？应该不行。苏王明知娘亲是他人妇，还能做出今日举动，说明他性子霸道，不遵礼法。娘就算真当了尼子，他恐怕也不会放弃。那娘只有寻死一条路了。呸呸呸！娘亲，说什么傻话呢？多大点事儿啊，不至于，不至于。涉及名节，这事儿还不大吗？生死面前，一切都能看淡，名节也不是大事。娘，你念佛多年，怎么还这么着相？那你说该怎么办？难道要娘从了他？您放心吧，若是您不愿意，女儿就是拼了这条小命，也会护娘周全。反正我有谢晋这个领导，实在不行就求求他。怎么说，这也是他丈母娘。叶姨娘，夫人请您速去正厅。叶姨娘，老太君被气晕了，怎么回事？大房那边来告状，说侯爷陷害大少爷，害得明庆科考成绩要被取消。太君听完，猛拍桌子，眼睛一翻，当场晕了过去。那现在怎么样了？大夫怎么说？大夫说老太君年事已高，气血上涌，得静养。可问题是，老太君昏迷中一直在叫清婉。侯爷说你之前演林夫人演的逼真，让你去试鼻，兴许能唤醒老太君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是小妾，不是专职演员。夫人，这不合适吧？这是侯爷的意思。你放心，只要你能让老太君醒过来，就是大功一件。我也会在旁帮你圆场。老太君，您还记得郭老太的故事吗？就是那个年轻时守寡，一个人拉扯大3个儿子的老太太。郭老太一辈子省吃俭用，供儿子们读书考功名，好不容易儿子们都有了出息，她却累垮了身子。有一天，她病倒在床上，3个儿子轮流来试鼻，个个抹着眼泪哭出声来，说：“娘，您一定要好起来。”您猜郭老太怎么说？她说：“你们一个个哭丧着脸，是咒我早点死吗？老娘这辈子够本了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们过好自己的日子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孝顺。”后来郭老太病好了，每天该吃吃该喝喝，儿孙的事儿一概不管。结果您猜怎么着？她活到了99，儿孙们个个有出息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再苦不能苦自己。老太君，您醒了，快去叫大夫！老太君醒了。这丫头说话中听，赏她一对玉如意。谢老太君赏赐。姨娘，不好了！叶府那边传来消息，苏王带着人上门了，说是要见夫人，还抬了1箱箱聘礼。你这么快，备车，立刻去叶府。如意，你去找侯爷，就说苏王要强抢我娘，请他务必来一趟。是。苏王这是势在必得，谢晋要是来不及赶到，我就算拼了这条命，也不能让他带走我娘。王爷，内子朴良之资，实在当不起王爷如此厚爱。叶永元，本王看上你夫人是他的福气，你识相的话，立刻走，本王亏待不了你。王爷，妾身以为人妇，断不敢辱没王谦清明。本王不在乎那些虚礼，只要你点头，本王抬你做侧妃，比跟着这窝囊碎强100倍。见过王爷，不知王爷驾临叶府有何贵干？哦，是你，江阳侯府的小妾，怎么你也要管本王的事？王爷是皇家贵胄，何苦为了一时冲动
落个污名。你倒会说话，可本王今日既然来了，就没打算空手回去。素王好大的威风，在本侯岳家的门口强抢夺妇，是没把本侯放在眼里。王爷，本侯敬你是长辈，今日的事对当没发生过。若王爷执意要闹，本侯不介意进宫面圣，请皇上评评。好得很，谢晋，你给本王记住今日。吓着了。爷，您来的太及时了，妾身这条命以后就是您的了。少贫嘴，回去再说。侯爷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侯爷放心，以后我一定把内子看得牢牢的，绝不给侯爷添麻烦。叶老爷客气了，你只需记住，叶氏的家人也是本侯的家人，谁敢动他们，就是动本侯。青芷，多亏了你和侯爷，娘方才真的怕极了，差点就要咬舌自尽了。呸！娘，您再说这种话，女儿可要生气了。以后有事千万要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别自己扛着。娘知道了。妹妹，侯爷，今日大恩，叶家铭记在心。日后若有差遣，我叶俊峰万死不辞。你腿脚不便，却心思通透，若愿意，本侯可以举荐你去户部做个文书，不必做买卖，一样能出人头地。侯爷此言当真？本侯从不说虚言。大哥，好好干，以后妹妹可要靠你撑腰了。爷，您今天可真威风，素王那张脸都气绿了，妾身看着可解气了。爷帮了你这么大的忙，你打算怎么谢爷？这样谢。就这？那今晚回去，妾身好好伺候爷，爷想怎么谢就怎么谢。姨娘，您睡不着吗？如意，你说我娘这次是躲过去，可素王那种人会善罢甘休吗？姨娘，侯爷今日已经放了话，素王应该不敢再明着来了，光躲不是办法，得想个一劳永逸的法子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彻底死心。要是他能有新欢，自然不会惦记我娘，可谁能让素王移情别恋呢？有了，素王那人好面子又好色，只要给他找一个比我娘更有趣更年轻的美人，他自然就顾不上我娘了。这事儿得找张静莹合计合计。你这主意倒是刁钻，让素王另寻新欢，确实是一劳永逸的办法。可你想好找谁了吗？妾身打听过了，素王府最近在物色歌舞姬，妾身认识一个南边来的戏班班主，手底下有个姑娘叫柳儿，模样标致，嗓子又好，关键是聪明，知道怎么拿捏男人。你连戏班的人都认识了，妾身这不是广结善缘吗？夫人放心，妾身办事有分寸。行，这事儿我帮你周旋，你只管把人安排妥当，其余的我来当。谢夫人。叶姨娘，您找我。柳儿，我有一桩富贵送你，你愿不愿接？姨娘请说。素王府在挑歌舞姬，你若能进王府，得了王爷的青眼，日后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我只要你在王爷面前，让他再想不起别家妇人。姨娘放心，旁的本事奴家没有，笼络男人的本事还是有的。
但愿这一招能奏效，娘亲的危机总算暂时解了。陈元香，你现在这副鬼样子，还像个男人吗？考不上解元就考不上，你还有明年啊！你说的轻巧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到处跟人说我必中解元，我至于被人耻笑吗？我现在连门都不敢出，出门就被人指着脊梁骨骂。你怪我？是你自己没本事，连宋逸轩那个穷酸都比不过，还好意思怪我？我没本事，我为了你退了叶青芷的婚约，得罪了叶家。我为了你拼命读书，到头来落得这个下场。你倒好，事到如今还在怪我。你疯了！我要回家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完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哈哈哈哈哈！陈元烈，你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杀人，跟我们走一趟。都是他的错，都是他害的。这不是那个陈元相吗？不是说要种结子吗？怎么杀人了？肯定是疯了，真是造孽！姨娘，陈元炳把叶映雪给捅了，一刀毙命，他自己也被锦衣卫抓了。自作孽不可。他们两个，一个太蠢，一个太狂，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迟早的事。是啊，他一心想着攀高枝，却看错了人。陈公子也是心高气傲，受不住打击。叶映雪死了，顾氏怕是不会善罢甘休，连累到我娘和大哥他们，让咱们的人盯着点儿，别让他狗急跳墙。是，姨娘放心。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，这世的活着可真不容易。我得牢牢抱紧谢晋这根筋大腿，好好活着。映雪，我的映雪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都是那个杀千刀的陈元磊。宁姐，叶青芷，一定是他，是他害死了我女儿，他见不得映霞好，我要去告他，我要让他偿命。顾氏，你现在已经不是叶府的主母了，没有老爷的本许，你不能出这个院子。爷，7年旧账已全部查清，大房那边共计贪没白银23000余两。2万多两，好大的胃口！爷，账册上记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有经手人的签字画押，你想怎么处置？大房一脉，除了明庆，其余人的俸禄月例全部减半，直到填平贪墨的银子为止。王夫人送去城外静思庵静修，没有爷的准许，不得回府。还有，明庆的成绩，爷会网开一面，不取消他的科举资格。但若再有下次，绝不轻饶。谢晋还是顾全大局的，明庆毕竟是无辜的，能不牵连就不牵连，这才是做家主的样子。谢丽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夫人，他们不能这么对我。谢丽，你果然是个废物。施主，既入佛门，便断了尘缘。从今往后，你法号净心，安心在此修行吧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娘是来谢你的。那柳儿姑娘进了肃王府，听说肃王对她很是宠爱，近日都在她房里，连门都不怎么出来。好，成了。柳儿果然没让我失望，
这下素王应该没空惦记我娘了。那就好，娘你以后可以放心了。青芷，你长大了，比娘有本事。娘现只盼着你好好的，早些给侯爷生个一男半女，在侯府站稳脚跟。娘，这事儿不急，女儿还年轻，想多快活几年呢。不错，比府里厨子做的还好。那爷以后想吃，妾身天天给您做。今日你娘来过了？来过了，说素王最近迷上了柳儿姑娘，顾不上别的事儿了。爷，这次多亏您帮忙牵线，要不柳儿也进不了素王府。你倒是会使唤人，连爷都成了你手中的棋子。爷说的哪里话，妾身这是为您分忧呢。素王若真闹起来，皇上怪罪下来，不也得您兜着？妾身这是帮您省事呢。你上回给老婆子讲的那个故事，老婆子记在心里呢。现在我也想通了，儿孙的事儿让他们自己折腾去。我老头子只管吃好喝好，多活几年。老太君能这么想，那是咱们侯府的福气。这是老婆子当年的陪嫁，送你了，你戴着好看。谢老太君赏赐。起来起来，别动不动就跪，老婆子看着累。这位老太君其实是个明白人，只是以前被大房蒙蔽了眼睛，现在清醒了，倒是个可敬的长辈。叶姨娘，如今后宅的事已经理得差不多了，大房那边也安分了，你日后有什么打算？妾身就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该伺候侯爷就伺候侯爷，该帮夫人就帮夫人，别的妾身也不求什么了。你我是盟友，也是朋友，若日后有什么事儿，尽管开口。夫人，以茶代酒，敬您。愿咱们以后都好好的。叶姨娘来了。嬷嬷别多礼，我来看看您住的惯不惯。住得惯，比在东院强100倍。叶姨娘的大恩，老奴真不知该如何报答。嬷嬷，您只要好好活着，替林夫人看着这世间的好光景，就是对她最大的安慰了。老奴一定好好活着。林夫人，您的奶嬷嬷我替您安顿好了，您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。你最近倒是安分了不少，怎么不折腾了？该折腾的事儿都折腾完了，妾身现在就想躺平。爷以后要是纳了新人，可得提前跟妾身说一声，妾身好搬去偏远点的院子，省得碍眼。爷什么时候说要纳新人了？早晚的事儿嘛。妾身有自知之明，色衰爱弛是人之常情。到时候妾身就找个清静地方，养养花，看看书，日子一样过。你不会色衰爱弛的，也保证。这个领导有点犯规了啊，说这种话谁扛得住？那妾身就信爷一回。丫头，过来坐。老太君今天兴致真好，
人逢喜事精神爽嘛。听说你大哥在户部做得不错，上个月还升了官。托老太君的福，大哥确实挺争气的。姨娘，您尝尝这个小厨房新研制的，叫什么脆皮奶糕，好吃。回头多做些，给夫人和老太君都送一份。你呀，就是会哄人。叶静止，也有件事想跟你商量。爷，您说。年后皇上可能会升我的职，到时候府里要办宴席，也会有些应酬，也想让你帮着操持。爷，您这不是为难妾身吗？妾身是姨娘，又不是夫人，这活该夫人干。夫人那边也已经说过了，她同意。她说你比她能干，让你来掌事。这算什么？被2个领导同时认可了，我这打工人算是混到头了。行，既然爷和夫人都信得住妾身，妾身就接了这活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妾身只干1年，1年后也得放妾身回去躺。1年就1年。穿越到这个世界，从一个小妾做起，本来只想躺平混日子，没想到混着混着，竟混出了这么一番光景。有疼我的领导，有知心的朋友，有可靠的家人，还有一个虽然嘴硬但心软的男人。这辈子好像也不赖。侯爷，妾身这一辈子只想安安静静当个废物小妾。你废物？全天下最会折腾的废物就是你。那爷喜欢吗？